就是我想跟你们。嗨，大家，希望你们都过得很好。不敢相信今年已经快要过完了，看起来每个月要发 monthly favor 对我来说还蛮困难的。从上次到现在，圣诞树都已经放上来了，才要来跟你们分享我9月和10月的爱用物。我想明年我应该会换一个主题，这样说不定我会比较持续。来跟你们 update 一下，我其实9月的时候把回台湾机票退掉了，因为现在台湾的隔离规定还是非常严格，除了春节以外，可是总共还是要14+7的隔离，所以我打算明年再回台湾，希望春节的时候2月左右的时候，希望他们会松解一下这个隔离的规定。我还蛮想台湾的，希望这疫情赶快结束。我在这疫情中间都还没有坐过飞机，我想我应该会打了 booster 疫苗之后再去别的地方玩吧。自从上个影片综合2个月的爱用物后，我觉得这样子还蛮有效率的，所以我今天也要综合9月和10月的 monthly favorites 再跟你们分享。今天比较多东西要跟你们分享，那我们赶快开始吧。我第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Amazon 上购买的耳环，其实就是我现在戴的这一副 Huggies， 还有耳骨上这个耳扣。我是之前在 Alan Kim 的 Instagram 上看到他分享他喜欢的首饰，还有这2副耳环都是他推荐的。虽然不是纯金的，他有说这2款耳环的 quality 都蛮不错的。他戴的这2副做运动啊、游泳都还是像新的一样。这副 Huggies 是用 Swarovski 的水晶，它是镀金的，它尺寸大概是半寸，很适合每天戴的大小。另一副是耳靠，那这个尺寸又更小了，我觉得戴起来还蛮细致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Amazon 上购买。我觉得2副都算牢靠，只是拿掉口罩的时候要小心，有可能会勾到，然后就会掉了。其实这个耳靠啊，它是买一个是2副，那我就是因为戴口罩上下的时候弄丢了一个。北加州通常9月的时候比较热，所以前阵子我每天下午就会想要来杯冰抹茶喝，所以我就买了一些冰抹茶的道具，包括这个 matcha bowl， 还有这个抹茶粉。我觉得这2个就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其他那个matcha whisk 还有 matcha spoon， 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差不多的。那这个 matcha bowl 我特别喜欢，是因为它有这种花纹玻璃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质感，而且我很喜欢透明的。那尤其它这个尖嘴，当你这样倒的时候，非常的方便。我顺便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用的抹茶粉是这个牌子 Naoki Matcha Powder， 这好像是之前 Just One Cookbook Nami 有分享过的牌子。那抹茶大部分分成2种，一种是烘焙的，一种是饮用的。这个是饮用的。那我第一次真的买这么好的抹茶，喝起来真的有差，味道非常的浓郁。然后我觉得冰抹茶拿铁真的很好喝，我通常会配全脂牛奶或者是燕麦奶也很好喝。我再来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干发帽，这其实是在 Kelly 的影片上，他之前有分享一个最近的爱用物，他有分享这个很吸水的干发帽，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买来用用看。因为我平常洗头的时候，我会用擦身体的毛巾绕在头发上，让这样头发干。那因为其实擦身体毛巾很重，所以我想说这应该对头皮还有对头发都很伤，所以我就想说买来用用看。所以我是买这个的，是有扣子的，所以你可以把头发绕一下，然后把它扣上来。我觉得很好用，那我可以现在示范给你们看我是怎么用，来跟你们分享我是怎么用这个干发帽。所以通常洗完头之后，我会头发这样子弄住以后，把这个头发帽戴在头上，扣子的地方是向后面的。确定头发都塞进帽子以后，把那勾勾跟那扣子弄起来，然后这样子弄起来，头发就会塞在里面。应该会塞得比现在更好，可是头发干了比较毛，所以比较难塞。希望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再来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打扫家里的一个机器。那我们家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木地板的，所以除了扫地之外也要拖地。那我之前在 Amazon 上有买一个比较便宜的拖地的，它是那种可以这样转动的，就是放2块布然后那样转动的拖地。但是过几个月后它突然间坏掉了，就是无法充电，然后无法打开。那也是经过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退货期间，可是还好厂商人很好，我跟他们联络，然后让我把它退掉了。所以我之后就决定买一个比较贵的牌子，那我是买 Bissell 牌子的拖地的。Bissell 你们应该常常会看它广告，它通常广告都是推你家里有宠物的话，用他们东西是很棒的，所以代表说他们家的东西还蛮 powerful 的。那我还蛮喜欢这个机器的，它除了就是那个拖地那样子会转动以外，它还有一个水槽，你可以加水进去，也可以放清洁剂，所以你可以边喷边旋转式的擦地。用过这几个月后的心得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机器，跟之前那个比较便宜的牌子比较下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你知道有时候拖地的时候，它会把灰尘推到旁边去。可是这个它会粘在那个布上面，然后不会把灰尘推到边边去，所以不用之后再去捡。那我唯一的抱怨就是它真的还蛮重的，然后我们家是有楼梯的，所以要忙上忙下，其实还蛮累的。我年初的时候在 Kickstarter 上面有支持了一个之前同学在台湾创作的一个小店，他专门卖台湾水果的水果干。你们大概也知道，台湾的水果有名在他们真的很好吃，是又甜又多汁。那这个 Kickstarter 的店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主要帮台湾农夫把卖不掉的水果变成水果干，那这样不仅不会浪费，让这些农夫又有多一点的收入。那我是买他们的 sampler size， 所以里面有凤梨啊、芒果还有芭乐，我觉得芭乐真的很好吃，所以我是年初订的，然后我是10月拿到他们那个我订的 sampler 的产品。那我刚刚讲说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芭乐干，我真的很推。那他们现在从 Kickstarter 上面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了，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网站上面下单，我会在下面留链接，可以去看一下，支持一下台湾。我再来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加州值得去旅行的地方。我10月的时候发现我的 PTO 快要满了，所以在10月中、10月底的时候，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大概1个礼拜半。我先去了 LA， 然后再去了 Joshua Trees， 然后回北加路上我停留Solvang1个晚上，是那个加州的丹麦小镇。这趟旅游让我最留恋的是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日出的时候，所以我们是去 Cholla Cactus Garden 看日出，那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在清晨的时候，在这个 National Park 真的是乌漆嘛黑，开进去真的是全部是黑的。但开始日出的时候，天空开始会有不同的颜色，有蓝啊，有紫，有粉，真的很美。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的话，我建议在日出前40分钟要到，然后记得带个脚架，这样可以录一个 time lapse。那加州丹麦小镇 Solvang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我之前其实是看到威利和哇他们有去这边玩，那我们决定回程的时候停一下，是因为它刚好是这样可以就开4个小时到这边休息，然后再开4个小时回北加。那我们之前因为去过那个 Mendocino 已经开过4个小时了，所以对我来说4个小时没什么了。那我们在那边只住了1个晚上，有在那边走一下。那边建筑物真的是就是感觉你好像在欧洲一样。我下次应该还是会再去一次，因为这次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那我下次应该还是会停留1个晚上到2个晚上，那这样子就可以好好的 explore 这个城市。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食谱是糖饺子的甜点。糖饺子应该是我在 YouTube 上最喜欢的一个甜点厨师，他的食谱几乎没有让我失望过，而且他讲的都非常仔细。影片的最后他都会再讲解一些需要注意的小细节。我这次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日式布丁。我其实还没有成功把布丁从容器脱模过，但是那口感还有口味我觉得还蛮成功的。这个布丁非常的绵密，而且它味道非常的浓厚，很好吃。
这个食谱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焦糖的部分。我做过几次了，然后每次焦糖的部分我都要用大概2-3次才会成功，要不然通常就是烤焦了，要不然就是它有 bubbles， 然后就变成碎碎的，这样就是没成功。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小说是一个惊悚小说，叫做 Little Secrets。这个小说的主题是1年前在圣诞节的时候，女主角在西雅图的 Pike Place Market 的时候，她儿子突然间走失了。然后她就找就找不到，后来在监控录影发现她的小孩是被绑架的。因为这件事，她跟她老公的婚姻开始有点破碎。那她在旁边也有私下请了一个侦探调查她失踪的儿子。那侦探却发现说她老公出轨了。这故事会慢慢的发展，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让这故事越来越清晰。结局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很推荐这本书。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3个连续剧、1个电影，还有1个动漫。那我第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韩剧，是一个爱情故事，叫做《Hometown Cha Cha Cha》。这个故事非常的缓慢，但是就很可爱。我非常喜欢这个剧，尤其是前半段，因为前半段非常的可爱又很甜蜜，但是后面是真的有点慢，然后我后来就是快速的把它看完了。这个剧在叙述一个大都市的牙医，他到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海岸村，自己开了一个牙医诊所，然后他就遇到一个完完全全和他相反，但是非常有魅力的全能无业游民。那这个剧就是在讲他们2个的爱情故事。我再来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美国连续剧，那它是一个心理惊悚犯罪类型的电视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它前几个 season， 那这个电视剧叫做 You， 那它现在是第3个 season。为了不要透露太多剧情，那我来大约讲一下它第1季的故事内容。所以它第1季就在讲主角 Joe， 他遇到一个女生，他就一见钟情，爱上了她。那这个女生是一个大学研究生，那他就跟踪这个女生，利用 like social network 啊，然后或是跟着她，然后监视这女生的所事，生活上所有小事，他都会知道。那他为了进行他们2个的感情发展，他会愿意使用各种手段去除任何障碍物或是人。那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剧已经是在第3季了，那真的每一季都有不太一样的故事，那每一次都会让我很坐立不安，真的很好看。我再来跟你们分享的连续剧是西班牙抢劫犯罪影集，就是 Money Heist。他们最近又出了新的1季，但其实最主要是在讲2个抢劫而已，只是分了很多部分。我不会透露太多情节，所以我就大约讲一下这故事的大纲。所以这个剧的大纲就在讲一个教授，他招募了8个抢匪，进行计划已久的精密抢劫计划。经过了5个月的密集演练还有筹划，他们开始他们第1个抢劫计划。那第1个抢劫计划，他们要抢的是西班牙皇家造币厂，就是他们要打算自己印钱。教授在这里面算是主角中的主角，他通常都会在外面指挥抢劫计划，他就是每一个抢劫的 mastermind。我觉得这个剧真的很好看，我还蛮喜欢教授这个角色，他为所有的计划都想得非常的透底，而且他真的很聪明。我这次要跟你们分享的电影是叫做 Free Guy， 然后是 Ryan Reynolds 演的。那你们大概也知道 Ryan Reynolds 演的电影都很好笑，那这个电影就是不值得去电影院看，但是在家里看还可以。这个电影在讲一个电玩世界，里面有电玩角色，也有电玩玩家。电玩角色就是 Ryan Reynolds 演的，他遇到一个玩家之后，他喜欢上了他，然后开始慢慢变得有知觉。那这故事就在讲他们2个要怎么面对坏人啊等等的事情，就是一个很有趣很好笑的一个电影。我最后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动漫，我有时候真的还蛮喜欢看动漫的。我最喜欢的动漫其实就是《钢之炼金术师》。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动漫是《Demon Slayer》鬼灭之刃。这个动漫就在讲说这个世界上有鬼，而且他们以人类为主食。那这故事就在讲说主角的妹妹变成了鬼，那主角他就不断的训练自己，然后加入了鬼杀队，
就是为了寻找解药给他的妹妹。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很多部分还蛮感动的。Netflix 上面有他们的第1季，然后好像最近在台湾也出了第2季了。那我是在 Netflix 上面看的第1季，然后在 Crunchyroll 上面看他们第2季还有他们电影版本。如果你们已经看过电影的话，你们在看第2季的时候要记得说前几集啊其实就是电影，所以其实没有必要再看。那以上就是我9月和10月的 Monthly Favorites。那下一次大概会是1月初，再跟你们分享我11月和12月的 Monthly Favorites。我也可能会试着早一点，毕竟是 Holiday Season。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